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视频。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拿工薪30几岁你也能赚到600万，一年只需60分钟的快乐投资理财书》，作者是加拿大人安德鲁·哈勒姆。他是一位英语教师，通过遵循简单的投资原则，如尽早投资、负责任的管理每一分钱、购买指数基金等，他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工薪阶层成为百万富翁。作者也是一位投资专家。他撰写了许多关于财务自由和投资的文章，发表在《环球邮报》、《华尔街日报》、Money Sense、读者文摘等刊物上，并通过教授投资理财课程帮助他人实现财富增长。你曾经想过，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财富之路上蒸蒸日上，而其他人却一直陷于平庸？难道他们天生就有金手指吗？其实并非如此。今天我将向你揭示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成为百万富翁的9大财富法则，这些法则你竟然在学校里从未学到过。是的，你没有听错，这些简单而又强大的法则将帮助你走上致富之路。无需投资顶级理财师，只需跟随我们的指引，你也能成为百万富翁。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秘密吧。准备好迈向财务自由的旅程了吗？那就让我们开始吧。学会如何以有限的手段变得富有。金钱，有些人为了它而辛勤工作，有些人嫁入富豪家庭，还有一些人仅仅是碰到了好运气。但是对于我们其他人呢？你需要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才能变得富有吗？成为富人是否必须具备风险和复杂性呢？安德鲁·哈拉姆 Andrew Hallam， 一位投资演讲者和百万富翁教师一书的作者说不是这样的。他提出了一个简单、低风险的计划，让你能够以任何收入增加财富。从削减开支到年轻时开始投资，你将发现增加个人财富是多么容易。今天你将学到以下内容：大多数百万富翁青睐哪种汽车？复利如何让你变富有？为什么多样化投资就像多样化饮食一样？如果想变得富有，削减开支。想象一下，百万富翁一个拥有丰厚资产且没有债务的人。你认为这个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可能是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对吗？毕竟，大多数富人都是外科医生、投资银行家和高薪律师，而不是普通的中等收入者。那么，如果你认为这就是繁荣的图景，那就需要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财富不仅仅取决于你赚多少钱，更取决于你花费了多少钱和储蓄了多少钱。关键信息是，如果想变得富有，削减开支，明智的进行投资是成为富人的关键。但在你开始投资之前，你需要先储蓄。毕竟，如果你每个月都花光你的工资，就不会有剩余的钱可以投资了。因此，如果你想比普通人更富有，就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花钱，你必须花的少一些。这是许多富人已经采取的策略。不相信吗？那就想象一下，你认为普通百万富翁开的车是什么样的？是保时捷吗？法拉利、顶级奔驰？如果这是你的猜测，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国百万富翁开的是丰田车，那他们的房子呢？如果他们不把钱花在车上，那他们肯定会在房子上挥霍，对吗？再想想吧。根据美国财富研究员托马斯·斯坦利的说法，大多数价值100万美元的房屋并不是百万富翁拥有的，相反，那些房子通常属于拥有高标准和更高房贷的非百万富翁。事实上，只有10%的百万富翁拥有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房屋。简而言之，富人通常都很节俭，他们的生活方式通常与我们所认为的富裕生活大相径庭。因为他们消费很少，所以他们能够有能力进行大量投资，这就是增加财富的真正诀窍。为了充分利用复利，尽早开始投资，所以你已经削减了开支。你不再每晚外出吃饭，也不再进行昂贵的周末度假，现在你的银行账户开始增长了。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做？让钱在账户里积攒，希望存款利息能够跟得上通胀？当然不是。减少开支只是成为富有的第一步。如果你真的想充分利用储蓄，就不能让它们闲置在银行里。你必须找到一个能够让它们增长的地方。投资与复利。为了充分利用复利，尽早开始投资。如果你在第一时间将钱投资起来，你将会在未来的岁月中感谢自己。这是因为复利将为你带来利益。也许你已经了解了复利是如何工作的。如果没有，可以这样理解：当你进行一项投资时，
你从一定数额的资金开始，比如$1000，如果你的投资每年获得10%的复利，12个月后它将增长到$1100，再过1年，你将在这$1100上获得10%的利息，使你的余额增加到$1210。换句话说，复利意味着每年你不仅获得对原始金额的利息，还获得自从你开始投资以来获得的所有利息的利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额可能会增长到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例如，如果你以10%的复利投资了$100，并且将其保持不变50年，你将拥有$12000。如果再不碰它50年，它将变成将近$1.4万。由于复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更大的回报，最好的策略是尽早开始投资。事实上，如果你比邻居少投资一半，但早早开始投资，最终你的资金可能会比他们更多。难怪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在只有11岁时就进行了他的第一次投资，并开玩笑说他开始的太晚了。因此，如果你是一名大学生，能够存下一些钱，那就从今天开始投资吧。如果你已经60多岁了，之前从未进行过投资，请不要再等待了。正如古谚所说，种树的最佳时间是2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避免主动管理基金，选择指数基金。你已经削减了开支，想要立即开始投资。幸运的是，有很多理财顾问可以帮助你把储蓄投资到最佳的地方。你所要做的就是听从他们的建议，对吗？并不完全是这样。事实证明，很多理财顾问更关注自己的议程，而不是你的利益。他们给你的建议往往是为了让他们赚钱，而不是为了你的利益。他们通过推荐主动管理基金来实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当你把钱投入到主动管理基金时，你的理财顾问会从你支付的费用中获利。这里的关键信息是，避免主动管理基金，选择指数基金。当你投资于主动管理基金时，你将把你的资金交给基金经理，由他们来购买和出售股票。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是一个坏交易，但当你将主动管理基金与指数基金进行比较时，缺点就变得清晰了。指数基金不进行主动管理，换句话说，没有人代表你购买和出售股票。相反，当你投资于指数基金时，你购买的是一个单一、稳定的产品，其中包含成千上万只股票。例如，如果你购买了一个全股票市场指数基金，你购买的是一个将整个股票市场的股票捆绑在一起的产品。如果股票市场上涨，你的投资价值也会上涨；如果股票市场下跌，你的投资价值也会下跌。主动管理基金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他们试图击败股市，而不是与指数基金一样匹配股市的表现。不幸的是，考虑到费用和税收，约96%的主动管理基金的表现不如整个股市，而那4%的超过股市的基金几乎不可能提前识别出来。许多主动管理基金在前几年飙升，赚取巨额利润，然后因为无法完全理解的原因而崩盘。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更好、更简单的策略是完全避免主动管理基金，而是坚持选择指数基金。投资债券使你的投资组合更稳定。管理你的投资就像保持健康饮食一样，因为无论是在营养方面还是在投资组合方面，多样性和平衡都是关键。例如，尽管你知道绿色蔬菜对你有益，但是终身只吃一种球芽甘蓝是个坏主意。你还需要摄入蛋白质、其他碳水化合物和健康脂肪。同样，你的投资组合不能只包含指数基金，你需要用债券来平衡它。这里的关键信息是，投资债券使你的投资组合更稳定。当你购买债券时，实质上是向一个机构借钱，通常是政府或公司。作为回报，他们承诺每年给你利息，并在贷款到期时偿还本金。由于债券的回报是可预测的，它并不会很高。当然，你会获得利息，但通常只能足以与通货膨胀持平。那么，为什么债券如此有用呢？因为它们不太波动。股市遭遇糟糕的一年可能会大幅改变你的指数基金投资价值，而债券的波动性则不会那么大。由于债券在面对市场变化时具有韧性，它们可以稳定你的投资组合。你甚至可以以指数的形式购买债券，就像你可以购买股票一样，而且就像股市指数基金可以匹配整个股票市场的表现一样。
政府债券指数基金匹配了更稳定的政府债券市场。由于债券非常可靠，如果你即将退休，它们可能非常有用。毕竟，没人希望因为华尔街的混乱而发现自己的积蓄被削减了一半。一个经验法则是，以你的年龄减去10岁，剩下的数字就是你投资总额中应该投资于债券的百分比。所以，如果你是22岁，那么你的投资组合应该有12%的债券；如果你是60岁，那么应该有50%的债券。无论你的年龄如何，债券的能力为你的投资增加稳定性和多样性是你不应该忽视的。抵制预测市场时间的诱惑。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杰里米·西格尔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有趣的任务，他想要看看是否能解释自1885年以来一些最大的股市波动。于是，他坐下来查阅数据，翻阅历史书籍。然而，即使面前有所有的记录，他也无法解释大部分令人困惑的波动，也无法解释市场为何在某些日子上涨而在其他日子下跌。如果一个金融学教授都无法利用数据、历史报告和多年的经验回顾来解释市场变化，那么你预测未来趋势的机会几乎为零。关键信息是抵制预测市场时间的诱惑。作为人类，我们喜欢高估自己，不论是高估自己的驾驶技能，还是认为自己可以像没有人一样击败市场。当然，我们可能会承认试图通过买卖股票迅速赚钱存在很大风险，但我们也会说服自己我们不会受伤。我们相信自己会更聪明，认为这次会有所不同。这种态度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期间很明显。随着科技股的价格飙升，每个人都想要从新潮的数字公司中分一杯羹，如诺特尔网络和 PRICLINE.com。但泡沫如同气泡一样破裂，投资者损失了数百万。很多人认为，如果市场反转，他们可以及时脱身，但其中很少有人在危机过后比之前更好的走出来。最终，这里的信息与西格尔教授发现的信息相同，试图时间市场是愚蠢的游戏。事实上，约翰·伯格尔被财富杂志称为20世纪顶级投资者之一。他在谈到时间市场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这个行业近50年后，我不知道有谁能够成功而持续的做到底线是用你的储蓄进行赌博是不明智的。所以，请你给自己一个好处，从他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远离试图击败市场的行为。如果你无法抵制购买特定股票的诱惑，务必非常谨慎地进行选择。当涉及到投资你的资金时，选择指数基金和债券是最佳选择。事实上，它非常简单明了，但对于一些人来说，执行这样的投资计划却很困难。对于他们来说，投资特定股票的诱惑力太大了。虽然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这并不是明智的举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方法风险都一样。因此，如果你是一个无法抵制购买特定股票的投资者，可以将你的投资组合中的10%留给这个目的，但不要随意购买。相反，牢记以下几点，以帮助你避免昂贵的错误。这里的关键信息是，如果你无法抵制购买特定股票的诱惑，务必非常谨慎地进行选择。首先，尽量不要频繁买卖，每次交易都会产生税费。因此，虽然交易股票看起来是赚钱的好方法，但如果频繁操作，实际上可能会非常昂贵。更好的策略是只购买你愿意长期持有的股票，这意味着选择那些你能够理解其业务运作的公司。例如，如果你对科技不太了解，对于什么使得某个科技公司成功毫无概念，那就不要投资他们的股票。相反，关注那些拥有相对简单产品和简单商业策略的公司。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公司的债务水平。如果公司有大量的贷款需要偿还，它将在经济衰退中遇到困境。当销售下滑和债权人来讨债时，甚至可能不得不关闭。相反，寻找没有或债务较少的公司，这使他们具有更大的稳定性，降低购买他们的股票的风险。总体来说，你可能会发现你的指数基金投资表现优于你自己选择的股票，这是可以预料的。但购买一些精选股票有助于避免进行更大和更具破坏性的金融冒险，这是你增长财富的方式。最后总结这本书的关键信息是，削减开支，尽早开始投资储蓄复利的魔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奖励你。
要开始投资，请将你的资金投入指数基金和债券。如果你必须选择特定股票，请确保你仔细研究并完全了解你感兴趣的公司。可行的建议：购买二手车，没有什么比刚从经销商那里购买的新车更快贬值的了。因此，如果你想减少开支，并且想认真开始节省金钱，请不要购买全新车辆。相反，四处寻找，购买一辆已经使用过一段时间的车辆。一辆保养良好的二手车应该足够满足你的需求。你认同吗？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传媒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激发你的思维，发现新的世界。点击通知按钮，第一时间一起体验启迪思考与智慧的力量，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